我卖掉老家房子为儿子买新房，新房装修好后，儿媳一家竟然要赶我走。闺女，今天搬了新房子，你这又怀上了，真是双喜临门呐！那可不嘛，你女儿有出息了，你以后啊就安心住在这儿，我和谢晨给您养老。是啊，以后小宝出生了，您天天都能见着。小丽，快尝尝，这土鸡汤我炖了1上午呢，养胎最好了。爸，你这身上一股油烟味儿，都熏到我了，快离我远点儿。那个爸，小丽她害喜，闻不得这些，您先坐到对面吧。怪我，没注意到这个。对了，爸，你吃完这顿饭就搬出去吧。什么？哎呀，有什么不好说的？这房子总共就3间房，我俩1间，我亲妈1间，将来这孩子出生总得要1间房吧？可你让我住哪儿啊？为了给你们买房，我把老家的房子都卖了。哪儿不能睡啊？平时捡点废品卖钱，晚上在桥洞底下、公园长椅不都能睡吗？哎呀，亲家，你就多为孩子想想吧。儿子，你也是这样想的吗？爸，可孩子出生总得有房子住呀。好，我明白了，老了，成你们的累赘了。爸，这您拿着。拿着吧，别人还说我虐待老人呢。有什么事说吧，别拐弯抹角的。那个，爸妈留下那张卡，密码是多少？所以你追出来给我钱，不是关心我，而是为了要那张卡的密码。我这不马上要有孩子了，用钱的地方多着呢。密码是你生日，里边是你妈每年给你存的钱。哎，那爸，我就不送了啊。本来以为姓陈是我拉扯大的，至少会来关心一下我这个老父亲，没想到却还是一个白眼狼。老大哥，你这年龄太大了，受不了，你在别处找找吧。我们这儿都3班倒，你身体扛不住，上别地儿问问去吧。走，别来这耽误我们做生意。想当年，我也是厂里顶尖的维修工，几十个徒弟跟在后面。后来为了照顾儿子一家，辞去工作，没想到现在被赶出家门，竟然连个容身之处都没有。事到如今，也只能联系他了。喂，谁呀？是我，谢大海。师傅。师傅，您只用以后每天按时开门，其他没事的时候在休息室休息就行。我1个月给您开3500，包吃包住。真是麻烦你了，小杨。您这是说什么话呀？我现在可是开着咱们市里最大的汽车维修厂。想当初我就是个啥也不会的毛头小子，要不是您教我这一身本事，我怎么可能开这么大的厂子？这恩情我必须报。不管怎么样，还是谢谢你。咱爷俩不说那个。听说你招了一个看门的，还1个月给他开3500。啊，对，忘了和你说了，媳妇儿。他是我以前的师傅，被家里人赶出来了，没地儿住。我能帮一把是一把吧。一个老头干着那么轻松的活，还给他1个月3500，你说你是不是有钱没地方撒了啊？马上给我开了！不行，当初要是没有师傅，我就没这门手艺。他是我的恩人，现在他困难了，我必须报答他，这事儿没得商量。你就倔吧，早晚有你后悔的时候。老板，不好了，外面来了一辆卡车，厂里的维修工试了一圈，都说没见过，没人会修。客户说要给灾区送物资，已经急得不行了。你们都是专业的，一辆卡车都不会修吗？老板，这不赖我们，这个牌子的我们都没见过啊。哼，什么牌子的不都是卡车吗？有多特殊？老板娘，这好像是老解放的，带我去看看。这个牌子的卡车，我刚学维修的那会儿见过，后来换代之后就很少出现了。现在这种车型更是难得一见。老公，那你一定会修吧？我只是见过，但维修这种卡车难度很大，车型太老，现在的先进仪器甚至查不出问题，所以我也没办法。什么？那怎么办啊，老板？全市所有卡车都被调去给灾区送物资了，这是仅剩的1辆了，车上还有紧急物资，我们耽误不起呀！除了我们厂的维修工，有没有从外面调员？已经发布了调员令，但是至今还没人有把握能修好。那就再发，奖金再加1万，我们厂的维修工都留下加班研究，加班工资翻倍。我们一定努力。这卡车虽然我见过，可毕竟几10年没坐过了。
万一把这卡车弄坏了，那不是给小杨他们添麻烦吗？师傅，你怎么过来了？雨大，你去休息吧。你不好看大门来这儿干什么？没看到我们烦着吗？王倩，闭嘴！师傅，我们这儿在忙，您回休息室就好了啊。小杨啊，这卡车我年轻的时候修过，也许我能帮上忙。真的吗，师傅？你虽然你曾经是李阳的师傅，但是那都是几十年前的事儿了。要不是李阳收留，你现在还不知道在哪个桥洞待着呢。你就别来捣乱了，大爷。是啊，连我们都没办法修，这大爷行吗？可别修坏了，连累我们，再成个耽误不起。当年师傅是厂里最优秀的工程师，什么问题在师傅面前都不是事儿。如果没有我师傅，就没有我的今天。事到如今，也只能试试了。我愿意相信我师傅，所有后果我来承担。李阳，你怎么能把这么重要的事情交给一个看门大爷呢？你知道这辆卡车有多重要吗？就是啊，老板，这辆卡车连我们这些专门去进修过技术的人都没把握，何况一个看门大爷啊！是啊，老板，大爷看着60、70了，万一手一抖，这卡车可就报废了。现在灾区的人等不起，我们多耗1分钟，他们就多挨饿受冻1分钟。现在除了我师傅，还有谁敢去修这辆车的？要不让大爷试试吧？是呀，都这样了，情况也不会坏到哪儿去，赌一把吧。行，那就让你试试，我倒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。我先看看卡车的情况，要是真不能修，我也不勉强。这是在干嘛？修车还靠闻呐？我看就是在装模作样。你跟我开玩笑呢？啊，光靠鼻子闻，拿个破扳手和一根铁丝就想修好卡车？找到了，双腔化油器的真空膜片断了，腹腔节气门打不开，发动机一直只有2个缸在工作，当然撑不住。不可能，我们用奶窥镜看过发动机舱，用示步器测过点火波形，还用尾气分级器测了数据，都没发现这个问题。就是啊，我们靠的全是现代化设备，怎么会错？你们用的那些仪器都是给电控发动机准备的，这辆是80年代的机械式汽油仪，没有 ECU， 没有传感器，全是纯机械结构。你们拿现代设备去测一台老解放，工具不对路。那您怎么就能断定是膜片的问题？第一，排气管出来的尾气有浓烈的生油味儿，说明混合体过浓，燃烧不完全。第二，我用手背试了缸体温度，左侧明显比右侧凉，说明左侧气缸根本没工作。第三，这里渗油了，而这个地方正好是真空膜片的安装位置，3点一结合，8、9不离10。这是典型的老化断裂。师傅说的对，你们谁见过这种双腔化油器？我学修车的时候，街上早就没有这种车了。这就是问题所在。你们的技术体系是建立在电喷、OBD、天总线上的，遇到老车就抓瞎。但这台老解放，它用的是最基础的机械原理：真空、油压、连杆、膜片。只要懂原理，没有修不了的车。这种膜片现在买不到了，但可以用内径相同的橡胶垫片代替，剪成圆形，中间穿孔，装在原来的位置，密封好就行。动作要轻，螺丝不能拧太紧。点火试试。好了，真好了！还真让他修好了。感谢，太感谢您了，大爷！我替灾区的人民诚挚的感谢您。好了，送物资要紧，快去吧，别耽搁了。哎，师傅，真是不好意思啊，我这张嘴不会说话，以前多有得罪了。能理解，你也是为李阳好。师傅，改天到家里吃顿饭吧，早该招待您的。行。你们先吃着啊，我锅里还炖着东西呢。师傅，我想和您商量件事儿。你说。师傅，经过那辆老解放的事儿，我想了一下，你也看到了，我们厂这些年轻人离了电脑就不会修车，但现在路上跑的老车、特种车、机械车，还有很多不是电喷的，这是个市场空白。你的意思是？我想在厂里单独成立一个部门，老式设备维修部，专修这种用不上电脑的老家伙。不光卡车，还有老式农机、工程机械、柴油发电机，只要是机械式的，咱们都接。小杨，你这个想法不错，但厂里这帮年轻人连双腔化油器都没见过，你让他们修什么？所以要请您出山啊，师傅！我想让您当这个部门的负责人，技术您全权做主。另外，您当年那些老工友有没有还能干的？当年那群工友手艺比我好的有不少。
不过他们都跟我差不多大，5、60了，谁还要啊？我要，师傅，我不要他们干重活，就要他们的手艺和经验。您想想，全市那么多修理厂，有谁敢说能修老解放？就咱们敢，靠什么？就靠你们这批老师傅。师傅，李阳跟我商量过了，工资待遇跟厂里高级技师一样，外加技术津贴，每个月2万打底。您那些老兄弟要是愿意来，我们欢迎。我试试吧，先说好，叫不叫得来不一定。行，师傅，只要您开口，我信他们能来。师傅，厂里爆单了，怎么回事？就是听说我们修好了解放牌卡车，现在市里面但凡是老设备的汽车都送到我们这儿来了。小杨，看来我得尽快去找人了。师傅，你想好找谁了？你张叔，当年他可是挑化油器的一把好手，我都比不上啊。好孩子，咱们吃一口饭吧。我不要，我要骑大马。你不让我骑大马，我就不吃饭。大海哥，是我。哎呀，快进来，快进来。这是我孙子，儿子儿媳上班，我白天帮着带。大海哥，你怎么找到我的？得有20多年没见了吧？通讯录上有你地址，我一猜你没搬。哎，搬什么搬？等有个地方住就不错了。你怎么样？听说你后来不在厂里干了？别提了，为了儿子辞了工作回去带孙子，把老房子卖了给他们买新房，结果被赶出来了。什么？小陈的孩子？不说他了，老张，你现在干嘛呢？还能干嘛？退休金1个月2000出头，儿子工资也不高，我帮着带带孩子，顺便做做饭。以前的手艺早就生锈了。老张，我来找你是有件事想跟你商量。大海哥，我都60了，眼神也不行了，手也抖了。再说我还得带孙子。我不要你干重活，就要你的手艺。你那一手调化油器的本事，现在找个会的人都没有。工资保底2万，还不算提成。2万？我骗你干什么？你是想一辈子给儿子带孩子，还是想挺直腰板活几年了？咱们这辈人把手艺丢了，就什么都没了。大海哥，我去，孩子让他妈想办法。我不想再这样窝囊下去了。这才是我认识的老张。我说你到底行不行啊？一个轮胎补了快半小时了。快了，大姐，那台破的口子有点大，得仔细补，不然回头又漏气，你还得跑一趟。我不管那些，我赶着回家做饭呢，你快点。好了，大姐，5块钱。5块？你也太黑心了吧！大姐，补胎都是这个价钱。你当我是冤大头啊？路口那个修车摊，人家补胎才3块。大姐，3块那是用的便宜胶，骑几天就开裂。我用的是好胶，保您骑1年没问题。行了行了，不废话，就3块，爱要不要？大海，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老刘，你这手艺就窝在这儿修自行车？嘿，混口饭吃，饿不死就是了。老刘，跟我走。去哪儿？干我们的老本行。我徒弟李阳开的厂子，1个月2万，去不去？2万？你不能骗我吧？我儿子研究生出来，现在才赚8000呢。我骗你干嘛？李阳的孩子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你信不过他，你还信不过我吗？好，听你的，去他娘的！我早就想大展拳脚了。你超时了15分钟，我都快饿死了，我要投诉，差评。小伙子，这不赖我，是商家出餐慢。我管你什么原因，顾客就是上帝，你不知道吗？你就等着扣钱吧。小伙子，真不怪我，求求你别给差评啊！老吴，大海哥，别干了，跟我走。去哪儿？我徒弟的汽修厂，老本行，1个月2万。走。师傅，现在的人手找了几个了？3个，张学军、刘福还有吴国强。当年他们几个的手艺可是远近闻名啊！那师傅，咱们马上对外宣布新部门成立吧，把名声打起来。还不着急，咱们这儿还缺一个人。谁？孙德茂，当年厂里的汽修组长，我们几个都算是他带出来的。论到修车，在咱们整个省，他说第2，可没人敢称第1。有了他，咱们几个老家伙才算有个定海神针。那师傅，您快联系这位孙伯，不管多少钱，我都出得起。当年他跟随妻子南下，和我们几乎是没了联系，我也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。师傅，你放心，现在的技术发达，我马上就让大家帮忙找。也只能这样了。喂，是我，孙德茂。老孙，
你怎么知道我电话？问老张要的，他说你在李阳的厂里搞了个老设备维修部。对，他跟你说了，说了大概，但我有些事要问清楚，什么时候有空见一面？今天就行。你说地方？那就圣一路那家小饭馆，6点。行。好，见面聊。孙哥，嫂子的事儿我知道了，她现在怎么样？还是老样子，每个月透析，费用不少，必须得想办法赚钱。老张也跟我说了大概，2万1个月，包吃住。但你别介意，有些事儿我得问清楚。没问题，你问。这个部门具体干什么？是只修老解放，还是其他老设备也修？老卡车、老农机、老式柴油发电机、工程机械，只要是机械式的，用不上电脑的，都接。单量能保障吗？这个你放心，现在我们市里面还没人能做这个的。公司的营业执照、维修许可证有没有？汉阳汽修开了6年，证照齐全，全市最大的汽修厂。我徒弟李阳干事规矩，你不放心也可以去查。我这腰不行，不能长时间弯腰，不能抬重物，你徒弟可以接受吗？你主要做诊断和技术指导，动手的活有年轻人干，厂里也有对钩、举升机。现在不像咱们那时候，安全措施可好了。合同怎么签？直接签正式合同，先签3年。老孙你放心，只要我们齐心协力，一定能赚很多很多钱。行，我信你，我明天就过去。好，师傅，上周谈的那台老式柴油机，客户已经把机子送来了。看过了吗？是什么机型？50年代的德国老柴油机，单缸皮带传动。客户说是抽水用的，突然就拉不动了。兄弟们，活来了！咱们部门第1单，拿出年轻时候那股劲儿来，把咱的名声打出去。瞧好吧您。分头检查，老孙你带老张诊断发动机，老刘你负责底盘和传动，老吴你检查外围管路和板芯，我负责喷油器。咱们半小时后碰头。机油里有水，乳化了，钢垫大概率呲了，压缩不够，漏气严重，气门密封不行了。这机器至少30年没大修了，活塞环肯定也磨损了。我看了油底壳有金属碎屑，连杆瓦也有磨损，一起换了。老孙指挥，我拆油底壳和连杆瓦，老张拆缸盖、磨气门，老刘调喷油嘴，老吴换水道垫片。老张调气门间距，进气0.25，排气0.3，好了。老刘装喷油嘴，排气好了，加机油，加水。小李盘车。成了，这修的又快又好，不愧是老师傅，这种机子都能修。您满意就好。满意，我十分的满意。我们厂还有很多这样的老机子呢，到时候都送来。谢师傅，你们这都能接吧？能接，只要送来，我们都能给你修好。您这明年的档期还能腾出来吗？我还有朋友是开机械制造厂的，有很多这样的机器。谢师傅，又一个老设备送来了。走吧，咱这个月已经修了几台了？17台了。昨儿还有人联系我说下个月要送来5台呢，加把劲儿啊！上个月营业额又翻了1倍，现在咱们厂的单子排到明年中了。师傅他们几个不仅自己接老设备的活，还无偿教厂里那些维修工。现在他们的技术都大有长进，名声打出去了。现在省里面的机器都特意跑来我们这儿修呢。我当初还看不起他们，现在想想真是有眼无珠。知道就好。老公，说到这个，我想和师傅他们商量一下，之前签的那个合同期限是3年，但是我看咱师傅他们几个这档期都排到明年了，要不找个时间和师傅商量一下，把合同期限延长吧。你这是担心合约期到了，师傅他们出去单干？你别怪我小心眼儿，虽然师傅他们的技术确实不错，但是设备、场地什么的都是咱们提供的。现在厂里的维修工都对师傅马首是瞻，这师傅他们要走了，其他人保不齐都会跟着走。我也是担心我们自己的钱都打水漂了嘛。放心媳妇儿，我相信师傅不是那样的人，用人不疑，疑人不用。师傅帮我们厂赚了不少钱，我们也要信任师傅。就算师傅到时候要出去单干，我也祝福他。
赵总，咱们这个月的订单少了30%，有个叫汉阳汽修的抢了不少老客户的单子。汉阳，那个李阳的厂。对，他们新搞了个老设备维修部，专门修老式机械。听说这个月就修了20多台。有调查过吗？都是什么人？据说是几个下岗的维修工人在干，带头的叫谢大海。几个老人靠着人工维修，我就不信能比得过我花几百万从国外引进的高端设备。你帮我安排一下下周的行业研讨会，我要发言，让大家都知道修车靠的是现代技术的革新，不是那些土办法。是。另外，把消息放出去，有我们腾达驻股的厂子，如果有谁觉得别人维修的机器比我们自己修得好，那么下个季度我们就该聊聊撤资的事情了。是。这台我看了，是60年代的苏联机型。曲轴偏心，连杆变形，关键是配重块磨损严重，没有图纸，根本不知道原始数据。我跑了几个配件商，都说没这种老零件。要我说，手工做一个配重块也行，但得知道偏心量和净平衡参数。老孙，你快想想办法。听说省城那儿有个大公司，运用的都是高端设备维修，价钱还只咱的一半，客户都去他们那儿修了。先别慌，这种机型咱们当年在厂里也没修过几台，唯一有把握的是老钱。对，钱光进。当年厂里的设备调试员，所有机型的技术参数他都有记录。我去找他，这台机器没有他的数据，咱们不敢乱动。老乡，跟你打听个人，钱往进住哪儿？往前走到头左拐，那排房子最里头那间，最小那个以前是柴火间。谢谢。老钱，大海，你怎么找到这儿的？你就住这儿，住这儿挺好，空气好，清静，平时种点菜，够自己吃。老钱，你这哪是人住的地方？柴火间改的，遮风挡雨就行。坐。你怎么想起找我来了？遇到难题了，一台苏联老式发电机，曲轴偏心，配重块磨损，没有原始数据不敢动。老孙说，只有你手上有。苏联，哦，就是76年停产了那款吧？对，小事儿。偏心距12.7毫米，配重块2.85公斤，净平衡共差不超过5克毫米。老钱，跟我走吧。老孙、老张、老刘、老吴都在，厂里包吃包住，我们需要你啊。好，我跟你走。老钱，钱广进，真是你！老钱，你可算来了。好了，叙旧就放到以后，先看机器吧。对，机器在这儿。曲轴偏心距12.7，你们量过没有？量了，但不敢确定，没有原始数据，怕量错了。12.68，磨损了0.02毫米，在灯差范围内，不用换，继续用。配重块呢？磨损严重，称重只有2.81公斤，比你说的2.85少了0.04。净平衡卧差5克毫米，0.04公斤是40克，超标8倍，必须补重。怎么补？焊电铁上去？不能焊，高温会改变材料性能。钻孔加配重螺丝，在这个位置钻2个8毫米的孔，各加20克。这瓦你们换过没有？准备换，但不知道原厂间隙数据。连杆瓦间隙0.04到0.07毫米，按这个调。老钱，你这本子真是宝贝，是几十年的心血。不说了，开始吧。试机，振动值0.03毫米，比出厂标准还好。老钱，有你在这儿，我们心里踏实多了。不说这个，大海，咱出去叙叙旧，哼，成啊。大海，听说省城那家腾达报价比咱们低1半，他们靠的是机器维修，人工成本比咱们低，他们有这个资本跟我们打价格战，咱们耗不起，那就不跟他们打价格战，咱们打技术战、口碑战。老钱，你脑子活换，有什么主意？这台机器修好之后，叫他们老总亲自来验收，让他看到我们的能力，也好让小李和客户吃个饭，活络一下。客户在同行之间给咱宣传一下，1传10，10传100，口碑总能立起来。是，我怎么没想到呢？
别的不说，我对咱们的技术那是100个放心。陈总，这机器修好了，您看看。修得不错，和刚买回来那阵儿没两样。当年在长虹维修厂修过，你这修的不比那差。陈总，不瞒您说，我们哥几个就是长虹出来的，这么说咱还是老熟人了。哎呦，真的吗？老了人都记不住了。当年你们厂的技术那是响当当的，要找你们修还得排队呢。没想到在这儿又遇到了。陈总，我们厂里的老设备维修部都是当年长虹维修厂的员工，技术肯定是有保障的，我放心。我有个朋友也有这样的设备，我让他修，他说那机器不放心给外面那些小厂，既然是你们，那我马上就给你们联系。太感谢了，陈总，应该的。对了，我有个朋友是省城做工程的，手里有一批军工退役的老设备，一直没人能修，你看看这能接吗？军工退役设备？对，都是70、80年代的东西，技术资料早就丢了。他找了好几家大厂都说修不了，您要是有把握，这可是个大单子。行，我们接。我们这几个老家伙，别的不敢说，老设备还是有点心得的。赵总，这个月的数据出来了，本月业绩同比减了40%。怎么回事？都是全市汉阳维修厂抢了客户。不可能，我们报价比他们低1半。为什么选汉阳？据说我们修的不好，一台机器我们判曲轴报废报8万，汉阳查出只是连杆瓦磨损，5000就修好了。汉阳接了军工退役设备单子，是顺发食品陈旭东介绍的，他牵了不少线。几个老头子靠关系搭线，能翻出什么浪来？赵总，接下来怎么办？华丰维修的肖总是不是刚从国外进修回来？上周刚回，在欧洲学了4个月，引进了最新检测设备。联系他秘书，约他吃饭。是，可肖总不太好说话。利益面前没人不动心，蛋糕就这么大，肖文兵知道该站哪边。好，我这就联系。肖总，多谢百忙之中赏光。赵总客气了，有话直说。全市有家汉阳维修，几个退休工人靠纯手工抢了不少大客户，还接了军工单子，是陈旭东介绍的。纯人工，有趣，但放到现在太落后了，迟早要被淘汰。是啊，咱们得团结起来，直指这种风气。下周行业研讨会，还请您一起发声。应该的。各位同仁，我今天要讲的主题是技术创新与行业未来。这是我们公司最近半年的统计数据，自动化设备维修准确率 99.7%， 传统人工仅 82.3%， 人工出错率远高于自动化设备。我不是说人工维修不好，但是我们必须承认一个事实，经验主义终将被时代淘汰。那些靠老经验、老手艺吃饭的维修方式，也许能解决1、2个疑难杂症，但从长远来看，它不稳定、不可靠，也不可复制。有些厂靠退休老师傅撑场面，靠关系拉业务，靠关系走不远，靠技术拿成绩才走得远。太过分了，师傅，他这是在讽刺抹黑我们。坐下，师傅他坐下。师傅，他那样说我们就这么算了。唉，小杨，嘴长在别人身上，要怎么说是他的事儿，但是他有一句话没说错，靠技术、靠成绩说话才是硬道理。师傅，我明白了。真是一对好师徒啊！肖总，前面堵车了，需要先打电话给赵总说明情况吗？算了，我待会儿自己和他说。赵总说笑了，都是做维修的，我们还要多和您学习。当然是要学的，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有人维修是靠闻味道的，大伙都不知道吧？这位谢师傅听说靠着闻汽油的味道帮人修机器，真是闻所未闻啊！李总，咱们虽然是商人，但是也要有职业操守，不能坑蒙拐骗啊！谢师傅能蒙对1次2次，难道次次都能蒙中？什么？修机器靠闻气味？没听说过。我看啊，就是噱头，专门骗人的。赵总，我知道你对我有意见，但是这是我这些年积攒下来的经验所得。你可以不相信，但是不代表别人做不到。哼，经验总有出错的一天。要我说，
只有革新技术，引进高尖仪器维修，将来才能解放人力物力，这才是正路。赵总，这话不对。无论是靠人工维修还是机器维修，我们的目的都是为了修好机器。人工维修的出错率就是比机械维修出错率高。我今天放出来的数据，大家都有目共睹。像你们这样靠着土方法的团队，就该在还没酿成大祸之前马上淘汰。我觉得赵总说的对，人工维修费时费力，还容易出错，还是机器来的方便一些。没错。既然这样，我想问问大家，你们其中有没有来我们汉阳修过机器的？我谢大海修的机器，有没有给你们修坏的？你们使用过后，有没有再2次返修过？我们公司上个月有修过，我来作证，谢师傅修得非常好。我们厂那盘上市的机器修好这1个月，动力一点都不带减的。对，我们公司也修过，送过去的时候都快要报废了，结果愣是给谢师傅他们修好了。没错，我们厂那台也是一样。赵总，你看见了吧？不论数据怎么样，都不能以偏概全，反倒是您要好好精进一下啊。我？没错。上个月省里纺织厂那台老式织机，你们用设备检测说主轴报废，报价12万换总成，结果人家不放心来找我师傅，师傅拆开一看，就是一颗销钉变形，换了个销钉，连工带料800块，到现在也没听说有什么问题，这难道就是您的高科技？我听说前段时间汉阳抢了赵总公司不少单子。呸！技不如人就想搞些小动作，我老陈最看不起这种人了。这只是一次意外，各位，机械维修一定会代替人工维修。这次的意外都是因为我们当时的机器还不够完善，但我和大伙保证，以后绝对不会出现这种情况。我们和华丰的肖总已经达成了合作，会有更先进的设备引入。华丰的肖总，听说他前段时间可是去国外进修了。看来这汉阳是斗不过腾达了。你们汉阳连台像样的检测设备都没有，全靠几个老头子用眼睛看耳朵听，客户把几10万的设备交给你们，你们负得起责吗？我们腾达一台智能诊断仪，精度是你们人眼的几百倍，你们拿什么比？肖总，是肖总来了。师傅，肖总，您来了。师傅，小斌，你是小斌？是我盼这天盼了20多年了。只看说明书不上手有什么用？把发动机拆了，一个一个零件摸过去就知道毛病在哪儿。你看再多的洋文，手不去碰，永远修不好车。师傅，人家外国早就不用这种死办法了。我在杂志上看到的，德国人用仪器检测，插上就能读数据，3分钟出结果，比咱们拆半天快10倍。机器再先进，也要靠人来判断。你这样心浮气躁，学不到真东西。师傅，我不是心浮气躁，我是觉得咱们该往前走了。这种靠手摸、靠鼻子闻的办法，早晚有一天会被淘汰。小斌，你要是觉得我这套不行，就别跟我学了，出去看看吧。好，我走。等我学成了，我一定回来让您看看什么叫真正的技术。师傅，我早就说过，人工维修迟早会被时代抛弃。我承认您的技术不错，但是全自动维修才是未来发展的大趋势，您就别折腾了。事实证明，我是对的。没错，就是因为有你们这样的人在，自动化维修普及才会越来越难。我们就应该合起伙来抵制这种风气。小斌，既然这样，你过2天来汉阳一趟吧。肖总，别相信这些人，他们最会蛊惑人心了。好，我去，我会向你证明我是对的。小斌啊，我记得你年轻的时候我就和你说过，机器再精准，可终究是代替不了人的。师傅，我来了。等我把这台的问题找出来。师傅，试试我的吧。这台是我带来的最新探测仪，1分钟内就可以找到问题所在。小斌，你从小就要强，今天师傅就陪你比一次。比什么？就1分钟，看谁能准确地找出这台机器的问题所在。好，比就比，我先来。主轴油脂中铁屑含量超标，判定轴承异常磨损，建议更换总成，预估8200。师傅，该您了。小斌，你这机器精度可以，但漏了一种气味。什么气味？它检测到了铁屑是没错，轴承确实有点磨损，但它闻不到这边有一股轻微的烧焦味道，这不是机油烧糊，
是皮带内侧脱胶，一转到这里就打滑。皮带不换，你换了轴承照样抖。还真是。小斌，机器只能检测出结果，但分析原因这块它不如人类。我给的建议是更换皮带，200可以搞定。可师傅，这只是个例，只要我的仪器精度足够高，总有一天它也可以把问题100%的找出来。小斌，你所谓的高尖仪器不也是人造出来的吗？机器是没有温度的，它只有一堆设定好的程序和固定的数据，只有人的双手才能随机应变。师傅，我明白了，就是机器再好，也是人造出来的。与其依赖一台仪器，不如精进自己的技术，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。明白就好。大海，出事儿了。什么事儿？刚才有台机器送来，客户问我们要资质证，我们没有，客户就把机器带回去了。资质证？是，我查了，昨天出的规定，要修大型的机器就必须有这个证。什么破规定？我以前可从来没听说过。我也查过，要申请这个证明，必须有持汽修证的专业师傅做担保。咱几个那时候也没听说修个车还要考证啊。小李他也还没，肯定是赵鹏干的。他是汽修协会的会长，搞这个就是故意针对我们。这可怎么办呢？要是没这个证，我们就不能接大单子，只能接一些小设备了。先别慌，一定会有办法的。我知道谁有这个证。师傅，你们汉阳没有持证技师？我们那一辈人手艺是跟师傅学的，没有考证这一说法。小杨也还没评上高级职称。肖总，我知道您有汽修高级技师证，想请您给我们做担保人。担保没问题，但这只能解一时之急。师傅，您有没有想过从根本上解决？什么意思？拿到资质证后，汉阳就可以申请加入市汽修行业协会。协会下周要换届选举会长，现在会长是赵鹏。难道肖总是想让师傅去竞选？没错，赵鹏能卡你们，就是因为会长是他。要是师傅当了会长，什么规定、什么标准，汉阳都能说得上话。可我修了一辈子机器，也没什么名声，恐怕其他人不会服我。师傅不怕，华丰会为您担保。我华丰在行业里面还是有一定地位，而且汉阳的老机器维修部经过上回陈旭东的推荐，许多人都知道了汉阳，您的名声早就打出去了。师傅，肖总说的对，赵鹏在台上一天，我们就被动一天。您不当，他永远压着我们。好，我试试。大海，听说你要竞选会长？小斌劝的。好，就该让那个赵鹏下台。我支持你，大海。有话语权，我们才能继续在这个行业存活，咱们的技术才能够延续下去。没错，这些天我教了咱厂里那些孩子，我发现他们理论知识很丰富，但是真正遇到些跟书上知识不一样的，就都摸不着头脑了。所以把这门手艺传下去是最重要的。我也是这么想的，有地位才能有话语权。那就这么定了。下周选举会，我们汉阳要去露面。各位同仁，下面进入会长竞选环节。首先，请现任会长赵鹏先生做述职报告。各位，过去1年，我带领协会引进了3套国际领先的智能诊断系统，与华丰公司达成合作。全市已有26家维修厂完成了设备升级。经过数据调研，我们引进的检测系统所检测结果准确率高达99.7%，各位可以放心使用。同时，为了规范我们行业的制度，我们协会于上周制定了持证上岗的新规，目的在于规范我们行业的制度。当然，这绝对不是针对某个公司、某个厂。一些连证都没有的厂商，我没办法为顾客保证维修的质量。以上就是我的述职，我会带领大家逐步完成维修自动化的跃升。那么，没有别的意义的话，我们下一届的会长依旧是……且慢，李总，有什么意见，稍后有时间陈述。我记得选举会是为了大家选出下一届新的会长的，什么时候成了赵总的一言堂了？还是赵总认为连续当了2届的会长，理所当然之后就可以一直是你了？是我考虑不周。那么有谁想来竞选会长吗？我。
肖总，这不可能，我们的设备都有定期校准的。这是第三方检测报告。报告显示，那台设备的数据库只更新到近10年的新机型，而但凡遇到上世纪的老机器，系统只能强行匹配最接近的数据模型，结果就是误判。上个月那台织机就是例子，它根本不认识那种老式柱轴结构。什么？那说的99.7%都是骗人的。那怎么办？我们厂刚买了腾达的设备。这是数据更新之后的问题，我们已经……赵总，你们卖给我们的设备说明书上明确写的是覆盖全机型，你这已经是夸大宣传了。我今天站出来，不是要砸腾达的牌子，我只想告诉大家，设备是工具，但不能迷信工具。谢师傅说的对，再精密的仪器也不能完全依赖，只有自己掌握了这门手艺，才能应对各种情况。那么现在开始投票，我选谢师傅。汉阳，汉阳！师傅，我们成功了，您真的当上会长了。刚才还有好几个公司说要和我们合作，我真是做梦都想不到。还得谢谢小兵师傅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肖文斌，我们是合作伙伴，你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让我丢脸，今天这笔账我记下了。5家，1天之内5家公司要解约。赵总，加上昨天的，一共是11家了，都是转去汉阳那边的，都是一群墙头草。谢大海才坐上会长的位置，马上就跑过去露脸。这些公司不合作也罢。赵总，还有，你说，城西的志强维修厂刚发来解约函，说他们买的诊断仪数据不准，要退钱。知道了，这批诊断仪怎么会数据不准？查到没有？查到了。说是您弟弟经手的那批。赵磊，他负责采购的设备怎么了？那批诊断仪不是从德国进的货，而是从南方一家贴牌厂进的货，比正品便宜40%。赵经理吞了几百万的回扣。你说什么？赵磊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，坏了我的大事！赵经理收录的数据库也是精简版的，只收录了这15年的机型，年代再老一点的系统无法识别，所以才导致了误判居高不下。他要那么多钱干什么？我是少了他吃还是少了他穿了？算了，眼下还是先解决谢大海要紧。你去把他叫来，就说我这儿有个戴罪立功的机会给他。是，赵总。谢大海，你逼我的。谢大海，你给我出来！
你谁呀？怎么回事？家人们都来看啊，这就是全市远近闻名的谢大海谢师傅。我花了大价钱把机器送来给他修，结果呢，越修越坏，现在直接报废了。说吧，怎么解决？汉阳的谢师傅，那不是修东西挺有名的吗？怎么还给人修坏了？真的假的？可谢师傅的手艺可是号称从未失手啊！什么从未失手，都是借口罢了。我看也就那样。大伙儿瞧瞧，这就是我送来的机器，德国进口的磨床。送来的时候只是有点异响，结果汉阳修了3天，现在直接冒烟烧了。你们说该不该赔？你胡说！这台机器我们前几天明明修得好好的，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。你的意思是我冤枉你喽？事实都摆在眼前，你竟然还想抵赖？这台机器我认得，几天前确实送到我们厂维修过。都听见了吗？谢大海亲自承认了。大伙儿都听见了，谢大海自己认了，他们修坏了我的机器，这可是80万的设备，现在成了一堆废铁，汉阳得全额赔偿，连带我的误工费，少说100万。你这是讹人！你说这台机器是短路烧坏的？废话，不烧坏它怎么成这样？短路烧的机器一般发出的是焦塑料味儿，气味会很浓。可你这台机器明显不是，这里出现了一股柴油和汽油混合燃烧的气味。一般来说，这种机器上不可能有，所以只有一种可能，那就是有人把油倒在机器上再点的火。你凭什么说是我们自己烧的？凭着油资，短路起火。油路不破裂的情况下，油是烧不起来的。可你这油箱盖上有新鲜的柴油味，我闻得出来。你少在这里胡说八道！什么汽油柴油，这都是你编出来的。机器就是在你们汉阳烧的，你们必须赔。谢师傅不会是被冤枉的吧？听说谢师傅的鼻子很好使，不会出错的。算了，小爷我今天心情好，不追究了。老公，你回来了，今天发工资吧？钱呢？老婆，我被裁了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你怎么这么没用啊？好好的工作说丢就丢了，你让我们娘俩去喝西北风啊？妈，小丽，你们放心，我现在每天都去跑出租，我一定不会让小丽受委屈的。跑出租能赚几个钱啊？我这还有几个月就要生了，到时候月子中心、保姆、月嫂哪个不要钱啊？谢晨，我嫁给你真是倒霉透了。对了，我听人说你爸他在那个汽修厂一个月最少有10万呢。他当爸爸的，小两口有困难了，总得帮忙吧？妈，我爸他也挺不容易的，而且当初咱们把他赶出去，我怎么和他开这个口啊？那怎么了？这房子是他自愿买的，我们有逼他吗？有吗？我怀的可是你们谢家的种，将来孩子出生，奶粉钱、尿不湿、学费，哪都是花钱的。你看看隔壁郑叔，月月帮衬他儿子，听说一个月给1万呢。你让你爸学着点儿。可万一我爸不同意怎么办？不同意，他当爷爷的怎么好意思不出点钱？这说出去都让人戳脊梁骨。小丽说的对，你是他儿子，他的钱不给你花，给谁花？再说了，孩子可是他的亲孙子，他能不管？就是，你要是不去，这孩子我可就不生了。别呀，媳妇儿，你别生气，我明天去找他聊聊。这还差不多。你怎么来了？爸，我来看看您。有什么事儿说吧。爸，小丽快生了，您知道吧？知道，怎么了？那个孩子出生要花钱嘛，奶粉、尿不湿、月嫂什么的，加起来不少。我刚失业，想请您帮帮忙。帮什么忙？说清楚。就是借点钱，5万不3万也行。又是为了钱来的？家里处处都要，我一个人撑不下去，你就帮我这回吧。撑不下去？你丈母娘每年生日你都送一条金项链，价钱少说也有5、6千。以前你的工资只够你们吃吃喝喝的，家里的开销都是我拿着我这些年攒的钱一点点贴补的。今年我生日的时候看中一件300块的衣服，想让你买给我。你还记得你当时是怎么说的吗？爸，您现在说这个干嘛？你说我用不着穿这么好的，穿个几10块的应付应付就好了。爸，
以前是我做的不对，我年轻不懂事儿，您别跟我一般见识。但是爸，您也要分个轻重缓急啊！小丽马上要生了，这可是您亲孙子啊！您现在挣这么多钱，就应该帮扶我们子女。这钱就算我们借的，行不行？回头孩子出生了，也会记您这个爷爷的好啊。所以你是听说我挣钱了，就又惦记上我口袋里这几个子儿了，是不？什么叫惦记？我是您儿子，我孝顺您是应该的，您帮扶我也是应该的。你是不知道，像我们这样的年轻人，现在压力有多大？要养家，要养下一代，一个月下来一分不剩，还欠着您做父母的，本来就应该帮衬。您挣钱不就是为了我吗？您就我一个儿子，您的钱将来不也是我的吗？小陈，你今年32了，我32的时候，你已经上小学了。你妈身体不好，我一个人上班，一个月工资800块，要养你养你妈，还要攒钱给你交学费。我没跟任何人借过1分钱。爸，你结婚，我把老房子卖了，给你买新房。你把我赶出来，我没说一句话。你追出来问我你妈的银行卡密码，我还是告诉你了。小陈，我对你的帮助已经够多了。可是爸，小丽怀的是您孙子啊，您当爷爷的总不能……我的钱是我自己挣的，你的儿子要靠你自己养，这钱我不会出，你回去吧。钱呢？没拿到。没拿到？你爸现在当会长了，汉阳生意那么好，3万块钱拿不出来？他说我们的孩子我们自己养，钱让我们自己去挣。谢晨，你爸什么意思？孙子不要了是吧？我挺着个大肚子，天天睡不好吃不好，他当爷爷的一毛不拔。爸不是那个意思，他是什么？他就是抠，就是冷血。我嫁到你们家，当初连彩礼都没要多少，现在生个孩子3万块钱都不肯出。现在他有钱了，就不想管我们了。行，他不给钱，我自有办法让他出钱。大家好，我是全市汉阳维修厂的维修工谢大海的儿媳妇。我老公失业，我马上就要生了，家里的钱已经见底了。我公公如今当上了汽修协会的会长，现在月收入不低于10万，光鲜着呢。可自己亲孙子要出生了，3万块钱都不肯拿出来。我老公去求他，可他1分钱都不肯帮忙。我一个孕妇，家里连奶粉钱都没有了。他当公公的就这么狠心，自己在外面潇洒，留我们一家人受苦。还会长呢，这种人怎么配的？亲孙子连3万都不给，支持主播曝光这种伪君子。谢谢好心人送的礼物，要不是生活逼的，谁愿意把家事往外说？谢谢大家。师傅，这全网都传开了，都是骂您的，您最好也开一个直播澄清一下。师傅，您不生气？生气有什么用？网上的人不认识我，他们看到只是表面，我说什么他们都觉得我在狡辩。那现在怎么办？这事你别管了，先出去吧。小陈，咱们聊聊。爸，小丽直播的事儿我事先不知道，她就是怀孕了，情绪不稳定，您别和她计较。比起小丽，我对你更失望。爸，小丽再怎么说也只是我儿媳妇，我对她没有养育之情。她怎么说我不怪她，但你是我的儿子。你媳妇在直播里骂你爸，你却无动于衷。我劝她了，我真的不知道。从你们搬新房，小丽要让我搬出来，再到现在她在网上开直播骂我，你都是默许的。怎么可能呢？你是我爸呀！是啊，我是你爸呀。可小陈，从你媳妇儿开直播到现在，你没有为我说过一句话。即使你知道事实不是这样，我只是没想好怎么说。不，你不说是因为你也觉得
我有钱就该给你。爸，我没有。她怀孕了，情绪不好，这我理解。但你做丈夫的，你告诉我，你是打算她闹到我身败名裂，还是打算让她闹到我们家四分五裂？小陈，我不是生她的气，小丽也是为肚子里的孩子着急。但是这件事不仅会让我身败名裂，更会牵连汉阳。这半年来，我和你几位叔辈全部的心血都在这儿，绝对不能因为这个功亏一篑。我知道了，爸，我会让小丽去澄清的。小陈，你马上要当爸爸了，是家里的顶梁柱，要学会扛事儿，不能再让小丽怀着孕着急上火了。我知道，爸。你知道，但你做不到。你遇到困难的第一反应还是回头找我，工作没了找我，钱不够了找我。你什么时候才能自己站直了？爸，我在投简历了。我看你发的朋友圈了，找工作不是抱怨太累，就是抱怨钱不够多。按你这样，什么时候能撑起这个家？来汉阳吧，就从最基础的拆螺丝开始学。我不会因为你是我儿子就给你特殊照顾。你学好了，我推荐你去协会下面的厂；学不好，你就自己再去找别的路，别再回来找我要钱了。好，我去，您放心。昨天张丽发的道歉视频你看了吗？看了。小陈劝的。是，他明天会来厂里当学徒，你和老吴他们说说，好好磨练下。是该这样。咱们厂经历这遭之后，听说网友们都为之前骂你感到抱歉，最近订单量又翻了1倍。看来以后没有这个喝茶的闲工夫喽。爸，换好衣服，去那边领工具。老谢儿子吧？刘叔好。8点开始，你先把那台冲床的底座螺丝全拆了，拆完叫我检查。好。刘叔，师傅真不让照顾。你师傅说了，他儿子来就是学徒，跟别人一样要锻炼他。好，我明白。拆了多少了？还有9颗。刘叔说拆完这个还有1辆机器的螺丝。用错工具了，这排螺丝是 M10的，但扳手需要拿16号的才能适配。你拿这个10号的扳手拧不动，容易拧花。一开始都这样，不用不好意思。工具房墙上有对道表，看不懂就问，别蛮干。第一天感觉怎么样？你爸年轻时候第一天来厂里，也是拆了1整天的钢盖，手抖的连筷子都拿不住。真的？你爸不让说，但我告诉你，你爸当年吃的苦不比你少。他今天让你干这些，只是想锻炼你。我知道。好好干。今天这台变速箱拆得不错，用了多久？40分钟，刘叔，比上周快了15分钟。有进步。下午跟着老吴学装离合器吧。好。师傅们，售后局来人了，说要查账。查账？怎么突然来查账？咱部门好像还没规范这个。大海，咱们的账本有些乱，这要是查起来怎么办？别慌，该查就查，有什么问题我们改正。您好，我们是市税务局的，接到举报，对汉阳维修厂进行例行税务检查，请提供厂里近1年的账目。爸，账本在我这儿。您好，汉阳近1年的账目都在这里了，收入支出分类记账，发票原件按月份装订，银行流水和现金账都在这里。这账记得很规范，账目非常清楚，没有问题。打扰了。小陈，你这是？我是学会计的，虽然毕业没干这行，但底子还在。我来汉阳后，看你们账目有些乱，
怕出事儿，就每天晚上抽空把这1年的账重新整理了一遍。好小子，你立大功了！这些账你整理了多久？每天晚上2小时，这1个月每天都是。从明天开始，汉阳的账目交给你管。我能行吗？相信自己。小逼，你怎么来了？师傅，出事了，怎么了？腾达那边恐怕要不行了。什么意思啊？赵鹏前些天新进了一批意大利的诊断设备，投入使用的时候出了一起严重事故。一家厂子用他们的机器检测的时候，仪器中途主轴断裂，碎片飞出来砸伤了曹国公，伤人了，人送医院，手臂骨折，不算太严重。但厂方把腾达告了，要索赔。今天早上网上发了长文曝光，讨论量居高不下，还是不能太依赖机器呀。腾达的股东走了大半，前些日子又流失了大批客户，腾达现在的流动资金已经撑不过1个月了。腾达要倒了？基本是。师傅，现在腾达的客户大多想和汉阳合作，您看？接，一个一个的接，我们现在吃得下。赵总，又有3家客户发了解约函。知道了。还有，因为我们的检测仪器伤人事件，很多同样购进我们设备的厂子要求退货，客户已经不信任我们了。为什么？这次机器明明是我自己订的，买的都是最好的，为什么还是出了问题？为什么谢大海修那些老机器的时候从来不会出错？单靠鼻子闻，用手感知就能比我几百万买的机器还准。赵总，我一直以为自动化设备能取代一切，可它现在连最基本的安全都没法保证。我认输了，谢大海确实比我强。赵鹏，你怎么来了？谢师傅，我来求您一件事儿。你说，我想跟您学修机器。你说什么？腾达的事儿您应该已经听说了。我之前一直坚信，只要机器够好，利用自动化就可以完成检修。但这次的事情，我是真的怕了。肖总说的对，机器只是冰冷的工具，自身的经验才是最靠谱的。我以前一直看不起您那一套老方法，觉得过时了。可我错了，仪器只能检测到一些笼统的问题，具体的细节还得人为把控。仪器也不是完全没有作用。我们正在和华丰商量合作，之后会逐渐采用机械和人工结合的方式。谢师傅，我能和你学这门手艺吗？那腾达，今天下午工厂停了，银行也已经进行了财产清算，对外我已经宣布破产了。我想重新开始，从最基础的学起。你理论扎实，学这个会比别人快，可你年纪也不小了，学这个辛苦。不怕，我能挺住。你真想好了？想好了，明天早上8点穿工作服来。谢师傅，我以前没少给您使绊子，包括之前赵磊来闹也是我让的，对不住了。过去的事儿不提了，从最基本的开始练起。谢谢你。谢先生，这套房子的手续都齐了，两室一厅，南北通透，小区安静。您要是没问题，签个字就行。就这套吧，全款。钥匙什么时候能拿？今天就能拿。总算是有一个自己的家了。爸，您来了。男孩女孩？男孩，6斤8两。像你小时候。那是，这是您亲孙子。这是当爷爷的一点心意。爸，这个红包我们不能收。之前那件事儿一直欠您个道歉。小丽，过去的事儿就不提了。之前是我钻牛角尖儿，爸，您能原谅我吗？小丽，我从来没怪过你，你是孩子他妈，你为孩子着急，能理解。爸，谢谢您。
好好养身体，别想那么多。回头出了院，带着孩子多让我看看。哎，一定。爸，您搬回来住吧。之前把您赶出去是我不对，我发誓之后一定好好对您。这样挺好的，你们小两口过你们自己的日子，我过我的，咱们互不打扰。这花开得真好。喜欢，回头咱家阳台上也种2盆，我上花市买去。你以前哪懂这些？以前是没心思，天天筹钱，筹你的药费，筹下个月的透析费，哪还有心思弄这些花花草草的？现在呢？现在不一样了，汉阳那边活多，钱也够花了，你身体也慢慢好了，日子越来越有盼头了。今天炖了山药排骨汤，熬了一上午，你先喝口汤暖暖胃。护士怎么说？护士说现在情况稳定下来了，下午检查没问题，就可以回家养着。这是好事儿，你哭什么？好事儿，好事儿。这1年来辛苦你了，又是上班又是跑医院，是我拖累你了。说什么拖累不拖累的？没你，我活着也没意思。这段时间辛苦你了才是，每个月都要透析，很疼吧？不，老孙，看着我生病这段时间，你不离不弃的，我很幸福。总算是住进可以看到太阳的房子了。您好，您的外卖，路上着急摔了一跤迟到了，求您千万别投诉。求求您别投诉，您要是投诉，我一天就白干了。你自己摔着了，还护着外卖。我怕洒了客人生气。我不投诉你，进来。你的伤口要处理一下。跑外卖的，天天在路上，摔跤是常事儿。我以前也送过外卖，有一回下雨天，连人带车滑出去10几米，胳膊磨掉了一层皮，还是爬起来继续送。你也送过外卖？送了大半年，那时候穷，没办法。后来一个老大哥拉了我一把，让我回老本行，我这才熬出来了。您人真好，我之前送晚了，被人劈头盖脸骂过，还有人把饭摔我脸上。这行就是要面对各种各样的顾客，好好干，总能熬出来的。谢谢您。爸，您先坐一会儿，我们有事跟您商量。什么事儿？爸，下周一乐乐幼儿园要搞亲子活动，我们俩那天都请不了假，您看您能不能去一趟？亲子活动，其他人都是父母带着，你们让我一个老头子去，你觉得合适吗？爸，您看您跟孙子最亲了，您带他去玩，他肯定高兴，也就1下午，不耽误您什么事儿。这是你们这个月第几次让我帮忙带孩子了？爸，这也没几次。以前我没工作的时候，天天在家带孩子、煮饭、洗衣服，你们觉得我应该？现在我一个月挣的比你们加起来还多，你们还觉得我应该？那你们告诉我，我什么时候才能为自己活？爸，我们不是那个意思。孩子是你们生的，不是我的，我疼他，喜欢他，不代表我该天天替你们带。以后孩子的事儿你们自己管吧。老钱，听说你最近在城南那片看房子？看好了，上个月刚交的定金。真买了？多大面积？100几平，3室2厅，南北通透，在3楼，有电梯。行啊，老钱，技术顾问没白当，这市里的房价可不便宜。首付了6成，贷了一点，现在的工资还房贷没压力。大海和小杨对我照顾不少，我这么大岁数了，临老还能在市里落个脚，知足了。你那房子买的值，城南那边这几年发展快，以后地铁一通还得涨价。涨不涨的跟我没关系，我买来自己住的，又不是炒房的。是，你是实在人。对了，老刘，你原来那个修车铺子转让出去了吗？转了，前几天刚出手。哦，找到下家了？可不是嘛，那铺子挂出去，当天就有3个人来看，第2天就有人交了定金。
卖了多少钱？你那位置可不算多好，比市场价高了整整3成，高出这么多。你那铺子地段我知道，不算是旺铺。人家说了，汉阳刘师傅的铺子就值这个价。今天的会议是有一件大事要宣布，汉阳这几年业务翻了将近10倍。公司决定在各个地方开设子公司，把我们的服务范围拓展至全国。南州子公司老孙负责，你是我们几个里经验最丰富的，南州那边的客户你也熟。好，青城子公司老张负责，青城那边的工业区刚刚扩建，老设备需求大，你去正好。没问题。宁州子公司老刘负责，宁州那边机床厂多，是你擅长的。放心，绝对不出岔子。怀县子公司老吴负责。怀县那边虽然小，但农机维修市场很大，你辛苦些，交给我吧。滨江子公司老钱负责，滨江是新开发区，设备新老混杂，你的技术覆盖面最全，你去镇场子。好，赵鹏，你跟着老钱一起去，到了滨江试着上手修些机器吧。哎，小陈，你继续负责总部的财务和各家子公司的账目对接，5家公司的账不能乱。是。爸，您放心，那就这么定了。我就一个要求，不管开到哪里，汉阳的标准不能降。手艺是根，根深了，叶才能茂。好。你们闻，这里有汽油的气味。孙师傅，真有，我闻到了。像发生在这里的，一般是喷油嘴的问题，大概率是漏油了。孙师傅，您太神了！这只是最基本的，以后你们多学多问，早晚也能成事。吴师傅，这机器不知道怎么不动了，这几天正是秋收，我都快急死了。你这各台的传动皮带不是原厂的，和之前的对不上，机器没法运作。都是皮带，这咋不行了吗？原厂的太贵了。老哥，收割机的皮带不能凑合，更别说你这么老的机器了。你想省这条皮带的钱，到头来耽误了收成不是？我给你换一根原厂规格的加强型皮带，贵是贵了几十块，但保你能用3季不换。那得多少钱啊？连工带料320。行，换。小王，货架第2排那个皮带拿一根来，装的时候注意张紧度，不能太松也不能太紧，手感是按下皮带能凹进去1公分。好嘞，师傅。老哥，你下次要是手头紧，皮带钱先欠着，但别拿旧皮带对付，耽误了收成，亏的是你自己。谢谢吴师傅。下面，有请本次受表彰企业代表韩阳集团的谢大海先生上台致辞。各位领导，各位同行，年轻的朋友们，我叫谢大海，来自韩阳集团。很多人问我，你们是怎么做到的？我想说，汉阳能走到今天，靠的是一群不服输、认死理的老伙计。我们汉阳最初成立老设备维修部的时候，几位师傅平均年龄超过60岁，在别人眼里早该退休养老了，可我们不服老，我们重新拿起了扳手，蹲在机器前面，一台一台的修，修到汉阳的牌子挂到了4个省。我今天站在这里，不是想说我汉阳有多厉害，我想跟台下所有的年轻人说一句话：你们现在20、30岁，想干一件事的时候，不要觉得已经晚了，已经来不及了，觉得没希望了。当你这么想的时候，看看我们这群人，我们50、60岁才开始重新拿起扳手，一样修出了5家子公司。年轻人，你们有的是时间，有的是力气，有的是脑子，你们缺的
就是4个字：别怕，去做。爸，5家子公司的季度账目汇总好了，您看一下。数字对得上吗？对得上。南州那边配件采购比预算省了8%，青城的人工成本降了5%，整体比上季度好了不少。你最近忙坏了吧？5家公司的账全压在你一个人身上。还行，理顺了就不觉得累。爸，李阳哥今天跟我说，董事会那边已经通过了，让我正式担任财务总监。我知道，这个审批是我通过的。爸，您怎么没提前和我说啊？提前跟你说，怕你紧张。反正这个位置你当得了。你们怎么来了？今天是你70岁的生日啊，你怎么连这都忘记了？哦，公司太忙了，连这都忘了。爷爷生日快乐！谢谢宝贝儿。爸，你休息一会儿，菜马上好。今天孙叔他们也来，老孙他们也来。都来都来，今天您就负责休息，其他的交给我们吧。自家酿的，知道你好这口，今天不醉不归。这可是你说的。老谢，尝尝，这是怀县的之前的客户送的，据说是特产，可甜了。行，那最近利润还可以吧？还行，准备再扩一个车间，要不然单子接不完了。老吴，办得不错啊！哎，大海哥教得好。这是滨江刚谈下来的单子，几千万呢。你小子行啊！我儿媳妇熏的，说让你尝尝，感谢你当初把我喊走。我也感谢你们能陪我一起闯荡。那可不，当初老谢找到我和我说完情况，我二话不说就走了。哎，我也很爽快的，好吧？谢谢师傅。菜齐了，咱们边吃边聊吧。 63岁那年，我被赶出家门，一无所有，住在桥洞。我以为我的人生完了，但是70岁这天，我拥有了愿意贡献一生生的事业、和睦共处的家人、志同道合的朋友。我才明白，那段低谷期恰恰是我第2次人生的开始。